所以我们今天有5个新更新关于 Galaxy S26 Ultra， 其中一个回答了人们关于它的关键功能和它的好消息的问题。大家好，我是 Zell。首先，三星仍然很专注于让他们的设备更薄。在2025年，每个类别的手机、平板、白盘都变得更薄，并且这正在继续到2026年。我们现在有实际的厚度数据对于 S26 的排列，我们曾经听说过，但这次我们有实际的数据可以用，这让图片更清晰。从 S26 Pro 开始，它只会计算 6.7 毫米，那是 S25 的 0.5 毫米厚度。在手机来说，那是一个巨大的降低。接下来是 S26 Edge， 将 15.5 毫米厚度， 0.3 毫米厚都比它替换的模型更薄，基本上是 Apple 的 iPhone 17 Air 的同样厚度。接下来我们有 S26 Ultra， 从 8.2 毫米下降到今年 7.8 毫米，那是另一个 0.4 毫米的尺寸，符合我们看到的 A24 Ultra 和425 Ultra 的减少。这很重要，因为一些这些模型也在看到电池大小增长。Ultra 是唯一一个没有看到电池压缩，但他们能够将这些手机所建下来，并且不移动直芯的电池技术仍然令人印象深刻。同时 Apple 似乎试着相反的方向走，将他们的手机建后以配合更大的电池。因此你们有2个非常不同的策略在同时游行。几天前 Ice Universe 提到 S26 Ultra 今年会看起来比较圆滑，这里即引起了人们的疑问。人们在想手机会不会有更多空间了，但最新报告揭示了这一点。 S Pen 仍然存在，并且仍然有一个专业的插槽在手机本身。事实上看起来像是 Samsung 可以把 Ultra 拉下来更远，但 S Pen 是限制因素，并且坦白说这有道理。当然他们可以是图让 S Pen 更薄，但后来它变得比较难处理，并且不太有用。因此 Ultra 保持更薄和更圆滑，但它并没有丢弃其他系列的特点。除此之外，报告还强调未来的 Ultra 模型可以返回外部的 S Pen 设备，例如 S21 Ultra 或者丢弃它。由于 Samsung 一直默默地学建 S Pen 的功能，我很不得说，但感觉那一天可能会出现。希望不会，但这绝对是值得留意的事情。值得记述的一件事是我们在看的数据来自最新的内部模型。因此，虽然我们可能接近最终，但在发布之前，仍然可能会出现一些小变化。Samsung 预计将在下个星期左右发送正式的 CAT 数据给准备者，并且一旦这发生，我们将了解最终的准确度。说到设计， Ice Universe 最近提醒了 S26 Ultra 可能会返回向极黑暗模式。现在韩国媒体也在说同样的事情。基本上这将是 S21 Ultra 的最后一页设计语言。2021年，这些变化的原因来自于相机、主摄像头和望远镜都有机会有重大幅度的升级，并且当你结合它与手机本身轻薄的设计，相机的厚度自然会变得更明显。相机海岸是 Samsung 的方法隐藏它，是他们已经在手机上做过的事情，例如 Z Fold 7和 S22 Edge。 所以总体而言，这不是关于风格，而是关于功能。现在我没有预料到有传闻 Samsung 正在认真考虑使用他们的在家的 Exynos 2600芯片在 S26 Pro 和 Edge 中，并保持 Snapdragon 与 S26 Ultra 全球性的特别。还没有结束，但 Geekbench 的数据对于 Exynos 2600刚刚下降，并且坦白说，我感到真凉。我们说的是3300单和合适1万2000多盒，这在 Snapdragon 8 Elite 的技术。2台芯片并没有在那些测试中，所以如果有什么问题，那些数据有空间去上涨。这就说明 Samsung 的 Exynos 其实在游戏中回归了。当然2600是创建在2纳米过程中，与把 Elite 相比，这如果能够提供阶级 CPU 表现，保持温度控制和保持良好的效率，
那么这可能会是一个真正的转换给 Exynos，这也会帮助解决今年最大的抱怨 Snapdragon 的价格越来越上涨。所以呢，有一个竞争的选择，可以对三星和卖家造成巨大的差异。无论如何，三星的下一代旗舰平板将在几天内推出，但我已经有正式视频现实所有功能，点击一次出检查，我会在哪里见到你？